水滋润出生命之花，河流孕育了灿烂的文明。地球上绝大多数的江河都源于自然的造化，但至少在5000年前，华夏先民就开始以人力导水开渠。开凿这些河道的初衷，或许是为了防洪、灌溉，或许是为了交通、运输。而每多打通一条水道，就多了一片土地被连接、被整合。自然的荒野，方才变成我们耕作的家园，广袤的国土。从高空俯览这片山河，它总体西高东低，呈3级阶梯状分布。黄河、淮河、长江等大河无不由西发源，一路东流而下，奔腾入海。它们贯穿东西，但也限制了南北向的交通。为此，人们凿山开渠，以运河串联起被大河横割的土地。这些整理河山的活动历代延续，逐渐连缀成一个全国性的水运网络。从早期的沟渠，到隋唐大运河，再到京杭大运河，这些人工水道既是延伸在大地上的空间之河，也是穿越古今的时间之河。今天，在航运、水利以及生态建设中，它们依然焕发着蓬勃的新生。来自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正在溶洞中寻找史前时期气候变化的记录。这种柱子呢，就是洞穴石笋，它是由洞顶的滴水滴落到洞穴地面之后，缓慢沉积形成的这种柱状体或者锥状体。可以看到，这个石笋发育有非常漂亮的年纹层。石笋的年纹层呢，和咱们经常看到的树木年轮是相似的。经过定年之后，我们发现呢，这个石笋最老是在12000年左右，而同时期呢，我们建立了石笋的氧同位素时间序列。氧同位素分析是研究古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这些重要的数据就藏在石笋的纹脉里。根据这个氧同位素序列呢，我们可以推测没有气象记录之前的这个地区的大致的气候变化。科学研究证明，距今8000多年前，全球进入全新式大暖期。数千年里，华夏大地普遍气候温暖，降水丰沛。鼎盛时，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2到3摄氏度。
暖湿的气候带来了多水的洪荒年代。大江大河的上游，丰富的降水形成湍急的洪流；中游，则一路吸收着大量支流的汇入，流量巨涨，泥沙裹挟。当这些大水来到平缓开阔的下游地区，水势变缓，淤积阻塞，就形成了湖泽遍布的汪洋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先民们用智慧寻求着生存之道。他们很快就发现，如何借用水的力量。这是夸父桥遗址出土的一条独木舟，经过碳摄氏测试，距今8000多年。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条独木舟。独木舟的这种技术，促使了这个夸父桥的人啊，在距今8000年的时候，他就有了这个对诗和远方的这种向往。想有长途航行、远距离航行的这样的一种渴望和想法。夸父桥遗址博物馆犹如一叶扁舟，坐落杭州湘湖之上。先民们适应着自然环境，将文明的边界延伸到更远。从夸父桥遗址出发，循着河道向北50多公里，就来到了良渚古城遗址。这里靠近天目山脉，至今还是浙江暴雨中心之一，夏季容易形成山洪。5300多年前，良渚人迁徙于此。为了栖身，他们必须寻找到合适的应对策略，来改善这片低涝的湿地。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这个叫石屋、丘屋这2个水坝，是良渚人的水坝，距今5000多年。到现在呢，这还是个小水库，还在用。2011年之后呢，我们发现了这个堤坝系统。总共11条水坝就组成一个体系，通过长堤把它连接到良渚古城。这个良渚水利体系呢，是我们现在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也是最庞大的一个水利工程。整个良渚水利系统呢，可以对城内的水网的交通它起到一个调节作用。良渚人利用4通8达的水上交通网，运来数千万立方的巨木和沙石，建成了一座300多万平方米的王城。鼎盛时期有2万余人生活在这里。水坝建成后，大片的土地从此被改造为水田。良渚人在田里种植一种名为稻的粮食，采收之后，稻谷可以由水路进入城市。巨大的粮仓可以储存几10万斤的稻谷。如此巨量的粮食通过水路调运，这或许就是漕运的雏形。秋天的良渚古城，稻香依旧。这种穿越5000多年的农作物，不仅是人类日常最重要的主食之一，还是中国南方诸多文明形成的根基。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江南地区，人跟水之间的关系呢，一直是这样一种延续。在良渚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用阶段。那么在它之后呢，这样的一种水陆交通的一种模式，江南水乡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方式，
没有改变，是延续的。在经历千年繁荣之后，因频繁的水患，良渚古城被彻底淹没。这个因水而兴的文明，最终也因水而亡。面对生存环境的变化，筚路蓝缕的先民们需要更为周全的应对策略。青海民和县，黄河上游，喇家遗址，至今保存着史前洪水的降临瞬间。它们消失在4000多年前，扭曲的身体，逃生的姿态，显示出生命最后的挣扎和恐惧。这样的灾难现场是那个洪水频发时代的缩影，也是我们的祖先在那个时代最刻骨铭心的经历。那时，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以农业为生，文明从狭促的丘陵山路，向着开阔的江河下游地带发展，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定居聚落。那里地势平缓，入海的江河尚未形成固定的河道，大水一来，极易漫溢泛滥，威胁人类的聚落和耕地。根据古环境学的研究，在距今4000年前后，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曾不同程度地经历过一段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的时期，表现为骤寒、骤旱、骤涝的短期剧烈波动。中国历史上大禹治水的传说，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并被众多古代文献所记载。2002年，一件刻有98字铭文的流失海外文物，被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根据专家的考试，这件铸造于2900多年前的青铜器，被命名为岁宫许。其铭文开篇写道：“天命与夫土，随山峻川。”这是迄今所知最早记载大禹治水的文献。相传尧舜时期，洪水泛滥，尧帝命鲧治水，鲧用腌毒法治水失败。舜帝时，治水的责任转由禹接替。大禹治水13年，3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完成了治水的大业。大禹顺应洪水的形势，将其疏导为数支水道。至此，在一片汪洋中，化开了人工挖掘的河道。漫溢的洪水汇聚为湖泊，收束进河流，最终流入大海。大禹部落通过治水整理山川，也一并整合着各地的文化集团。在共同一致的行动中，各地的部落、方国结成联盟，催生出更高形态的国家政权。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王朝——夏朝。今天，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大禹的传说反映了中华文明形成时期一段真实的历史。在安徽蚌埠，考古学家发现了极可能是大禹会盟诸侯的地方。禹会村遗址呢，在2006年开始到2011年就进行了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在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呢，这个禹会村龙山文化城址，它的主要集中在距今4400年到4100年。这个测年这个范围呢，恰好也是探索大禹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重要的时间背景。第一阶段考古发掘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呢，就是我背后的这个大型礼仪型建筑。
引起大家比较困惑的是这中心的这一排35个长条形的这个柱坑。发掘者呢推测呢，这些柱坑呢上部呢有类似于旗杆式的这种柱子，结合这所有的祭祀的这个遗迹呢，推测这个地方呢举行过一场大型的一次性的礼仪性活动。有很多学者呢都认为这和与会诸侯这个事件是密切相关的。与会村遗址的考古工作呢，已经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关于古史传说时代与会涂山的这些历史记忆呢，是有历史所本的。这些呢都是我们与会村遗址出土的陶器的这个标本。这些陶器标本呢，您看能够反映出来这个南北方文化在这个地方交融的一个特点。4000年前左右，大禹的脚步或许并不局限于黄河流域的文明中心区域。当时相对边缘的淮河、长江流域，很有可能也是夏王朝的影响范围。这是我们刚编制的2022年版的中国语记图。这张语记图呢，是以大禹文化的记载、研究、传播的为核心内容的一张语记图。一批水利、考古、历史专家的研究成果，向人们展示了大禹文化所曾流传的范围。大禹文化是我们中华文明开始建立的一种文化体系。大禹从历史上说他一个治水英雄，夏朝的建立者。那么从我们现在来看呢，他更是一种我们5000年历史的一种形象，一种符号。大禹治水，它归纳了我们华夏民族从历史到现在一直在治理水患，一直在与自然灾害抗争，不断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这么一个过程。在华夏民族的史诗构建中，大禹也成为地理山河的塑造者。我国最古老的史书《尚书》中的禹贡篇便托名大禹，简洁而壮阔地概括了上古先民治山理水的成就。大禹导水入河，山川既定，据此天下分为9州，州内生民依水垦殖，各州之间又有水道相连，从此四方可居。各条大水及其支脉，铺展开中华文明崭新的图景。这是甲骨文里出现的周字。依据这些象形文字，我们可以想象到商代舟船的形状。周字大量存在于甲骨文中，证明水路的利用在当时已经极为普遍。水上交通成为商王朝邦畿千里、通于四方的必要条件。翻阅关于这一时期的史料文献，我们能从中找到早期运河开凿的记录。我们现在这个航行的美丽河啊，就叫太仆渡，当地人又叫做百度河。那么按照《史记》记载，在距离现在3000多年之前，陕西周部落的太国更重用的奔荆蛮。那么这个荆蛮呢，就现在无锡梅村一带。他到这里之后呢，就把这个周部落的一些先进农业技术带过来，带领着当地老百姓啊，就开挖河道，灌溉农田，通航。那么这条河呢，就叫太仆渡。因为他这样呢，就是老百姓用户呢，他建立了共和国，开创了
文化。泰伯毒以梅里为中心，西北通无锡，东南通苏州里湖。随后数代吴王又在泰伯毒的基础上拓宽、延伸，形成了五股固水道、古江南河等运河。他们为吴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泰伯作为吴国的始祖，至今仍受当地人们的爱戴。他仁爱百姓的故事，也在一代又一代的传颂。大禹治水后的1000多年，中华文明的发展进入新的形态。周王朝用礼乐制度划分等级，治理天下。但这样的制度在诸侯强大后逐渐崩坏，中国进入诸侯争霸的时代。曾经的天下观念解体后，新一轮的区域竞争激烈上演，领地的经营、疆域空间的开拓，成为各诸侯国能否胜出的关键。这一时期，运河越来越多地肩负起政治、军事的战略功能。在古老的九州地理内，一道道人工开挖的沟渠，则日益严密地补缀着自然纹理的空白，连接起隔阂的区块，紧实着松散的版图。扬州，西北交蜀冈，传说中的韩城就在这里。这是扬州建成的开始。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修筑韩城，并利用自然湖泊开凿韩沟，以便向北方运输军队和粮草。这一条就是古韩沟韩沟水道。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这个北上争霸的需要，开凿了韩沟。2年之后他发动了哀陵之战，打败了齐国。公元前482年，又北上争霸，跟晋国进行了黄池会盟，赢得了这个霸主的这个地位。所以说，韩沟的开凿使这个吴国的霸业达到了一个顶峰状态，加快了吴越地区进入到中原文明的这个一个历史进程。韩沟不仅在吴国的争霸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更将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战国初年，称霸中原的魏国，疏浚凿通了一条著名运河——鸿沟。鸿沟从荥阳引黄河水为源，沟通了黄河和淮河之间的众多河流，让整个黄淮之间水路四通八达。
邗沟、鸿沟的穿凿，为长江、淮河、黄河3大流域建立起初步的联系。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继续向岭南开拓，派50余万人开发南岭，命令开凿运河，这就是灵渠。这条不到40公里的小型运河，沟通了长江、珠江2大水系，使岭南地区第一次进入到中原王朝的版图。西安西南远郊，这里是即将投入运营的斗门水库。早在西汉，这里便是汉长安城重要的水源地——昆明池所在。在10余年的昆明池考古中，刘瑞和队员们不断尝试去寻找史书中所记载的曹渠。我们本来是从12年开始的时候呢，是做的是昆明池的考古，但是呢，在之前的2次考古里头啊，昆明池呢周围呢都没有发现曹渠。随着斗门水库的这种建设呢，我们前期呢又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2020年冬天的时候呢，第一次通过考古工作确定了曹渠的准确地点。运河这个称谓呢，实际上出现的比较晚，而正式的官方的名字呢，就叫曹渠。其实这个曹就来源于我们旁边的这条曹渠。《说文解字》中记载：“曹，水转谷也，即通过水路转运粮食。”这条汉武帝时期开凿的曹渠，连通了长安和黄河，方便粮食、物资向首都运输。运河成为支撑西汉王朝统治的重要角色。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曹操为统一北方，先开凿白沟，将黄河流域的水北引，通达邺城。后来为了继续打击乌桓，又开凿平鲁渠、泉州渠等运河。北方水系贯通后，曹操的军队一路北上，直达现在的辽宁省境内，大破乌桓，统一了北方。在凯旋途中，路过碣石山，曹操在此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近1000年里，此起彼伏的区域运河开凿，在超越时空的版图中，书写着运河的成长故事。它们从涓涓细流，也一步步丰富着中国人对于脚下土地的认知，一点点积累起更为全面的地理知识。北魏时期，诞生了中国历史上一本极为重要的地理著作，这就是郦道元的《水经注》。它详细记载了包括运河在内的1000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郦道元的这个《水经注》有一个记述的一个特点，就是清人概括为叫做“因水以正地，记地以存古”，就是说它是按照水道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证明某一个地方在哪儿。在这个地方呢，再把历史的事件呢、历史的人物啊、自然呐、人文的很多信息，就在这一个点上展开。但这个地方就是凸显的是版本学和文献学，这个就是说可能需要有一个长期的一个积累。从2011年开始，李小杰和团队成员对《水经注》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不仅遵循传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还结合了最新的考古发现，
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分析、计算机绘图等手段，将书中记载的河流走向重新呈现在地图上。我做了一个 MP4的那个动画，这是不是有点好玩？这个通过3D 复原水利工程，让我悟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道理吧，就是古人他对这个水道也好，对这种自然环境也好，它是一个因势利导。这个是我们通过这样的水利工程的复原，对古代先民的智慧的一个了解。通过水晶柱可以复原中古时期的整个的一个地理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实际上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工作提供非常好的一个借鉴或者一个参照。水晶柱以水为纲，将全国的山川地理尽览于内，凸显出系统而全面的地理认知。这为在更大范围内改造山河、扩张河运体系奠定了基础。一个横贯南北的全国性水运大动脉呼之欲出。公元605年8月，隋炀帝在洛口登上龙舟，他带着后妃、王公、百官以及巡幸江南的船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这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洛阳全程水路前往扬州的旅行。这支船队，船只多达5000余艘，为首的龙舟长60多米，宽高各13米。如此规模庞大的巡游，一路畅行无阻的保障，是一条前所未有的宽阔水道。这便是后世所说的隋唐大运河。这源于一系列重整山河的大业。16年前，隋军南下灭掉陈朝，结束了中国近300年的动荡和分裂，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大一统国家。然而这个出生的国家却迟迟未能稳定。隋朝初年平定了这个南朝之后，中国呢，从版图上已经是完整的这个统一了。但是经过长时期的这个分裂呢，南北方的人民从这个文化的心理上面，从经济上政治上，事实上并没有完成完整的这种统一。特别是这个隋文帝的一系列的这个政治改革，触动了呢南北朝以来士族大家的这个利益，引起了这个南方士族的这个强烈的这个不满。所以说一度时期南方的叛乱此起彼伏。这个时候如何适应这个历史的潮流，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完整的大帝国，实际上是对这个隋朝的政治家们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考验。为了稳固统一局势，隋炀帝选择了与父亲隋文帝明显不同的方式。公元604年，刚刚即位的他，就将都城从关中迁到位于中原的洛阳，拉开了施展大业的序幕。紧接着，为了加强南北的联系，隋炀帝又决定兴建一项更为宏大的工程——一条以洛阳为中心，联系全国的大运河。又是一当年，君王有生
他们唱的这个曲子啊，讲的实际上就是隋炀帝和扬州的故事。讲到隋炀帝和扬州呢，实际上它有很深的这个渊源关系。因为隋炀帝呢，在590年到599年啊，他担任的是扬州总管的一个角色。这隋炀帝呢，在扬州生活的这个期间的话呢，他不仅仅认识到江南地区的经济的重要性、文化上的重要性，同时他还认识到了江南地区对整个隋王朝、对整个这个中华帝国的这个重要性。所以在他的这个登基之后，他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开凿大运河，把这个长江以南和这个中原地区通过运河把它连接在一起。或许是曾经的经历让隋炀帝对扬州念念不忘。他的大运河计划首先便是打通洛阳到扬州的水道。公元605年3月，工程自洛阳开始，第一步便是重修东汉时期的阳渠，并对这条运河加以延伸。先是从洛阳向东连通黄河，再由黄河边上的版主引黄河水作为水源，向东南经浚仪，最终于江苏盱眙注入淮河。这便是隋唐大运河中的通济渠段。通济渠以其又宽又深的河道，超越了前代绝大多数运河。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有助于我们还原它最初的样貌。差不多大致是那个位置，多长？那11米了。北河堤顶宽11米。好，那我们去量那个河道。那边，你看线，是45.5米。安徽灵璧徐阳村运河古道，考古人员发掘出隋唐时期的地层和诸多日用瓷器。运河当中，它最主要的遗物，它就是瓷器，并且还来自南北方的。因为涉及到瓷器，在这个重要的航道当中那么多，并且它和全国很多窑口都有相关的关联。你看，我们现在整体都在清理这些里边的这个是包含物。在这件漆油，这个漆油的盏，这是属于河南临汝窑的一个产品，也就是说是北方过来。你看这个两个这个碗一比较，一南一北，都在这个地方出现，有个很好的就是南北文化交流的这么一个直接的一个体现。经过考古发掘后，深埋地下的运河两岸河堤已经露出。据此测得，这段河道最宽60多米，最深约5米。建造于1400多年前的通济渠，再次展现出它的原貌。但我们这个灵璧运河遗址吧，就是从隋代的这个两岸河堤到那个宋元，一直是保持在这比较完整的，并且没有被占压。就是它从这个运河的完整性来说，它这个地方算是唯一的。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当时的通济渠的这个航道里边，能够感觉到运河流淌的这么一个历史的动态，去体会到当时航道的一个繁忙，当时航道作为一个主干道生命线何等的繁华，何等的雄伟。通济渠全长约650公里，仅半年就全部完工。隋炀帝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巡幸江南的计划。他的龙舟经通济渠抵达淮河后，继续南下，前往长江流域。原本淮河和长江之间有一条古老的水道，
邗沟。但为了提高它的运航能力，在通济渠工程开始的同时，隋炀帝征调淮南10万余人，对邗沟进行了一番彻底的改造，以与通济渠配套，这便是山阳渎。通济渠与山阳渎从此成为沟通黄河、淮河、长江3大流域的交通大动脉。南来北往的舟楫大多走这条水道，而大宗物资的远程周转更因水路的升级而受益匪浅。洛阳回洛仓遗址是隋炀帝在运河沿线建造的粮仓之一。这个回洛仓，我们根据这个钻探和这个考古发掘，基本上确定了这个仓窖呢，它东西长1140米，南北宽355米。最后推测是700个左右的这个仓窖。回洛仓的这个仓窖窖口直径应该10到12米，深是7.5米到9.3米。我们推算了它的每个仓窖的容积大致是275吨到280吨，也就是55万斤到60万斤粮食可以储存。整个一个完整的仓窖的粮食，大致能供1000个人左右吃1年，所以说它这个储量是非常大。大运河极大提升了战略物资的调配能力，这也让隋炀帝有理由开凿更多的河道。隋朝的河北地区，即今天的河南省东北部、山西省东南部和河北省大部，当时有200多万户，人口几乎占了全国1/4，是一个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地区。为了加强首都与这一地区的联系，同时为了准备与北方高句丽的战争，公元608年，隋炀帝决定在黄河以北以旧有水道为基础，开通一条航运能力更大的运河，这就是永济渠。永济渠全长1000多公里，也是不到1年便全部完工。其宽度虽然不及通济渠，但运输能力丝毫不弱。公元611年，隋炀帝乘龙舟直达涿郡，准备讨伐辽东。此战出动军队100多万人，后勤供给数量极大，主要就是沿这条水道北运。在永济渠建成后的第2年，隋炀帝又下令征发民工，开凿了江南。一般我们把隋朝开挖的这几条河，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运河，把它合在一起，通称为叫隋唐大运河。那隋唐大运河呢，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啊，全长呢有2700公里，它有效的把这个北方和南方啊，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把它连成一个整体。这一几乎可媲美山河再造的工程奇迹，
贡与伦功不较多。从中华文明的早期阶段开始，我们的祖先为了改造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地理环境，就已开始治水开渠，兴修水利。昔日规模浩大的水利工地上，回荡着祖先们先镐敲击大地的声音。这重复而单调的敲击声，成为中华文明一路磨砺中美妙的伴奏。开凿于7世纪初的隋唐大运河，代表着中华民族整理河山最辉煌的成就。它串联起5大水系，将南北土地连为一体，从而重塑了民族生演的地理舞台。在被大运河重新整合的九州，中华文明进一步奔向成熟与开阔。